当我们步入社会，与更多的人交往，我们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。确实，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他人的善良，他们表面上微笑着，称赞你是个好人，但同时却把不该你承担的责任和困难推给你。一旦你屈服于他们的要求，这种行为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。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这样，但这样的人并不罕见。这种现象引发了一种观点：好人由于过分考虑法律、道德和行为规范，往往承受更多的内心压力。他们善于为他人着想，经常感到良心不安，这种心理压力可能对身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。相反，那些所谓的坏人似乎无所顾忌，随心所欲，因此内心感到更加自由，可能在身体上感到更舒适。然而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：长期的自利行为和缺乏道德约束，最终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恶化和个人声誉的损害。虽然在短期内，这种行为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自由，但最终，这种生活方式往往会带来孤独、不信任和持续的冲突。事实上，真正的强大并不来源于对他人的利用或无视社会规范，而是来自于能够平衡个人需求与他人权益的能力。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会明白如何在维护自我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，并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。这种平衡能力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技能，需要时间和经验来培养。例如，一位成功的商业领袖，他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，还要考虑员工、客户和社会的福祉。通过这种平衡，他们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和尊重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。因此，当我们遇到试图利用我们善良的人时，重要的是要学会设置界限。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变得冷漠或自私，而是要学会识别并保护自己免受不公平对待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善良和同情，同时也保护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。仅仅做个好人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也许这个世界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，似乎一切都好像太极图一般，是由黑和白所组成。但是当一个人过于挤压黑的一面，过分渲染白的部分，想必他的内心已经失衡，就已经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那样存在，因为他已经迷失了真实的自己。因此，了解人性，懂得人情世故，做个智慧的好人很重要，绝不能做东郭先生式的烂好人。人间多是非善恶，但我们又离不开人世间，怎样在人世间既能保留自己的本性，又能很好的为人处事？庄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。在庄子看来，这个世界或重忽的，浮轻忽语，但是他并不支持逃避世界的做法，他意识到人是世间的人。庄子执着呼唤和寻找着人世中可以生存的空间，为寻找它，要学会在荆棘的路上行走，努力让自己免受伤害，在安顿生命的前提下，进入这个世界，与这个世界美好相处。庄子在他的书中有一章《人间世》，专门探讨人在混乱的世间应该如何生活而不自伤。庄子讲了一个寓言，魏国当时的国君是个暴君，而品德高尚的颜回要去感化他。一用一副代表真理、代表仁义、代表美德的面孔来教化对方。庄子借孔子的口说，人心是很复杂的，不要以为你有爱、有正义、有智慧就处处受欢迎，因为当你自诩为好人的时候，无形中矮化了对方，让对立面的那个人无形中成为坏人。生活中就是这样，当一个好人对大家无偿服务的时候，大家都受益，人人都说他的好。然而当一个好人鹤立鸡群，处处显得周围的人龌龊无聊、无能卑鄙的时候，则人人憎恨他。坏人并不会认为自己是坏人，相反，他们往往有很强的道德感，只是他们的道德是用来对付别人的，从不针对自己。二、勤恳努力，一心为了对方，有话直说，忠心耿耿，谦卑诚恳地与人相处，和周围的人保持高度一致，这是不是虚而待物呢？当然不是。好人和蠢人往往只是一线之隔，中间隔了个原则；善良和残忍往往也只是一指之隔，中间隔了个无知。一个不懂拒绝的人不会长大，一个没有原则的好人只会沦为他人眼里的笑柄。无底线的容忍和邪恶往往是无区别的，不要为了所谓的合群去做愚蠢的事，
不要为了所谓的合群做着无谓的事情，浪费了大好的时光，不要去迎合别人的低级趣味，让自己委曲求全。每个人都有从众的心理，怕被群体抛弃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勉强自己去融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，以为随着人群笑就真的感受到了喜悦，以为随着人群哭就真的会感动自己，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自导自演罢了。我愿意相信人性是善良的，但是却不得不接受着一些人善良中的丑恶。我从不相信人性本恶，一直用一颗平常的心感悟着别人口中的恶人散发的善良与美好。于是我懂了，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，所谓的善恶只是一些人眼中的印象罢了。你用善良的心和理解的目光去看别人，你看到的就是美好和善良。你用一颗世俗的心去看美好，美好有时也是恶念。在心底阴暗的人那里，你看不到善良，因为被蒙上功利和世俗的心，看任何人都是功利性的，唯有看他自己却是高风亮节。在阳光满满的人心里，看谁都是阳光的，哪怕有些瑕疵，总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解读，也总能读懂别人的用心良苦和辛苦。在善良与丑恶之间，从来都是转身的距离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做到面对着善良永不转身，但是也可能面对着恶念迅速转身。一个人的心从来都是两面性的，你不确定一个人会在什么时候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之后突然的转变，你也不确定一个人会用最真诚的微笑还给你一个最虚假的背影。于是你开始懂得，人性原本就是这样的善变，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场场利益的驱使，情感的挫败，欲望的膨胀，私心的贪婪。只是在你懂得之后，你开始理解了人性。聪明的人总是动用着脑子，解放着双手，散发着精明的人性；愚蠢的人总是没有脑子，做着令人不齿的事，张扬着粗俗的处世哲学；淡泊的人总用一颗玲珑心写就优雅的人生；甘于平凡的人总是用一颗平常心写就琐碎中的不平凡。真正看透的人用一颗超脱的心，淡然微笑着俯瞰着喧嚣的人生。在利益面前，最容易看到真实的人性。自私也好，其他也罢，当面对利益的瓜分，有的人淡然处之，有的人蜂拥而至，有的人静观其变，有的人高高地俯瞰。这时可以看到人性。当一个人面对着所有的利益可以无动于衷，或者能够泰然处之，折射出来的是让人仰视的尊重。当面对蝇头小利，一群人趋之若鹜，反映出来的是低俗的人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当温饱问题已经解决，贪婪和欲望是人性的大敌。在一些不被重视的暗藏在内心角落里的东西，会在某一个时刻跑出来，张牙舞爪，啃噬着一个人最风光最美好的心灵。也有一些人会在黑暗的角落里破茧重生，让人性重新展露出光芒。那时我们就读懂了人性的悲哀和喜悦。在生命陷于最危难的时刻，我们总能看到善良的人性。在平常的生活中，我们总能领悟龌龊的人性。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都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差，所以当一个人落难时，你总能体会到善良的人性。但是当一个人高于自己时，却从内心里无法接受别人的优秀，于是嫉妒、猜忌，甚至动用其他的手段来贬低别人，成就自己的好。说到底也是人性的使然。人性是做人时最基本的性情，也是为人处事时表露出来的最本真的心灵。或许你我的心在人性美好与丑恶的边缘徘徊，或许平凡的你我从来都是一颗平常心。那么就让最真诚善良的种子种在自己的心田，开出一朵荷的清雅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成就自己，成就他人。我深深懂得，给别人留下尊重和尊严，给别人留下空间和余地，才会给自己留下最美好的东西，还有值得怀念的友谊、亲情和爱情。一斗米养个恩人，一担米养个仇人。老和尚地下写了这4道题：2+2等于4，4+4等于8，8+8等于16，
9加9等于19。徒弟们纷纷说道：“师傅，您算错了一道。”老和尚抬起头来，慢慢地说道：“是的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道题是算错了。可是前面我算对了3道题，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，而只是看到我算错的一道呢？”做人也是这样，你对他10次好，也许他忘记了；1次不顺心，也许会抹杀所有。这就是100减1等于0人性的道理。老话说得好，1斗米养个恩人，1担米养个仇人。有些人习惯了得到，便忘记了感恩，不是每个人都懂良心2个字。纵然你有1000般好，一个不好就推翻了你所有的付出，哪怕你掏心掏肺，一个不对就会罪上加罪，说你狼心狗肺。现实中的有些人类，帮他100次不记恩，半次不帮就记恨。非得让某些人给你上一课，你才知道，竭尽全力的给予，不是赢得一颗真心，就是感受一次寒心。非得让某些事给你一个打击，你才明白，有情有义的帮助，不是收获一份真情，就是换来一次教训。做人大方可以，但要遇到知恩图报的人，不然你的一片好心就是白费。做人善良可以，但要碰到通情达理的人，不然你的良苦用心就是浪费。做人包容可以，但要给予有心有肺的人，不然你的一直忍耐就是白给。2. 无私换来自私，付出换来伤害。驴说离开我你就转不动，魔说离开我你就没命。我喜欢这段话，人傻不是毛病，不虚就行；人精不是问题，不坏就行；善于利用人没问题，别卸磨杀驴就行；人穷人富不是问题，懂得付出就行。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背后谁都被人说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跟你有距离了，那肯定是你太精，我太傻，不适合一起玩耍。人生就像生意，付出的不一定会有回报，现在的社会太过现实。做人太过善良会被人欺，对人太好会变成理所应当，太过憨厚会被人当傻瓜，太过义气会被人利用。太多故事是农夫和蛇，或是东郭先生和狼。人与人之间往往不知道谁是农夫，谁是蛇。无私换来自私，付出换来伤害。出门在外，不论别人给你热脸还是冷脸都没关系。外面的世界尊重的是背景，而非人本身。有些事无力言说，不必浪费口舌，一笑而过就好，也就只一笑而过。有些情无可奈何，何必难以割舍？糊涂一点，快乐就会多一点。做人最重要，嘴上不说，心里明白。看淡一点，不要太在乎别人的那张脸；简单一点，不要用他人给的尺子量自己的长短。人活着，别欺骗别人。谎言就是一把刀，插在了信你的人心上，要多疼就有多疼。信任是一杯水，一旦浑浊，无法清澈；信任是一面镜，一旦破碎，难以粘合。人若诚信，谁都会和你交心；人若失信，谁都会对你死心。人活着，别算计别人，总想处心积虑把人算，必有后患无穷把心间；总想占人便宜好处赚，必有情但缘散人心远。肯吃亏的人终究吃不了亏，人不还，天也会还。懂大度的人终究不会输，容忍一时，却赢了一世好人缘。做人要把良心放心间，要把德行放身边。不管爱情还是友情，如果你丢了真心，忘了感恩，失了诚信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既生为人就要对得起那顶天立地的一撇一捺，相处就要真心，相伴就要包容，相互尊重，感情才能相融。做人是以心换心，以情换情，心与心的距离在于理解，在于真诚。3. 别关怀不领情的人，别为饱不感恩的心。人是不知足的，你次次都白给，只要一次拒绝，就抱怨你不够意思，忘掉了你所有的好心好意。心是惯出来的，你回回都让步，只要一回不谦让，就说你没良心，推翻了你所有的包容付出。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，吃了就忘记是谁给的了；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钉，疼了就记住是谁伤的了。这就是你不得不承认的现实。
用得着你的时候好话说尽，用不着你的时候立马转身。喜欢你的时候，你就是最亮的星；厌恶你的时候，你就是最差的景。这就是你不得不接受的社会。虽然在交友时，我们不应以财富或地位为基准，真正重要的是诚意与共鸣。不是因为某人的财富而接近他们，也不是因为缺乏财富而轻视他们。真正值得珍视的是那些能够以心相待、真诚相对的朋友，而那些只会表面热情，内心却不真诚的人，最终只会让我们失望。在感情的世界里，持久并不总是意味着深刻。简单直接的人让我们感到安心，善良的人让我们感到温暖。与那些真正用心交往的人相处，我们愿意付出一切，但对那些玩弄感情的人，我们应该及时远离。我们常常认为全心全意地帮助别人会得到相等的回报，但现实并非如此。总有一些人不懂得珍惜别人的好意，他们的冷漠可能伤害了我们的心。同样，我们的宽容和大度并不总是能换来他人的坦诚和感激。有时，对某些人过于宽容或慷慨，并不能换来他们的良心发现或真心相待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真挚和珍惜必须面向正确的人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简单，但心与心之间的联系却是极为复杂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需要拥有辨识力，学会辨别谁值得我们的信任和投入，谁可能不珍惜我们的善意。我们应该慷慨地对待那些诚实、真诚和感激的人，但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被那些不珍惜我们的人伤害。总的来说，真正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相互的尊重、理解和真诚之上。我们应该追求那些能够互相成就和提升的关系，而避免那些只会带来痛苦和失望的联系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保持一个清晰的头脑和一个温暖的心，是我们与他人建立健康关系的关键。在人际关系的海洋中航行，我们必须具备辨别真伪的智慧。结交一个坦荡的君子，他的智慧、品德和支持可以成为你人生的宝贵财富，但与一个狡猾的小人相处，却可能让你陷入无尽的麻烦和困境中。我们在帮助别人时，也需要慧眼识人。对于那些知恩图报的人，我们的帮助是出于情义，但面对那些忘恩负义的人，拒绝帮助是我们的权利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对自身边界的尊重。在展示自己的真心时，我们也应该慎重。对那些真诚待你的人，毫不保留地给予你的爱和信任；但对那些对你漠不关心的人，勇敢地表达你的决绝。对待关心你的人，要倍加珍惜和回报；对那些忽视你的人，无需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。这是一种清晰的界限，也是对自身尊重的体现。在人际交往中，尊重是双向的，你对我怎样，我就对你怎样。这种简单直接的互动原则，不仅是对等的体现，也是自我尊重的一种形式。最后，我们必须学会不去纵容那些不懂感恩、不知回报的人，不要让这些人的行为成为你慷慨和善良的负担。记住，真正值得你时间和精力的，是那些能够理解并珍惜你的人。在这个复杂的人际世界里，让我们以智慧和勇气为自己导航，找到那些真正值得我们珍惜和投入的人。记住，你的时间、精力和情感都是宝贵的，值得被正确的人珍惜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